周易数字学今天给大家介绍2号人。正面，沟通温和亲善，有耐性，亲和力。负面，犹豫不决，优柔寡断。2代表沟通，温和，有耐性。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2是互补融合的。易经系辞传写着一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又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阐述。这是告诉我们2是由一来，两里面是一阴一阳互相融合的两仪。在西方人的观念里，2有较多的对立观念，比如星座中的对宫观念，本宫代表自我的本质，对宫代表着相对的课题，但同时也代表着学习的对象。2是2元的数字，你必须选择以对立或互补来看待2这个数字。当你愿意向另一个观点学习时，它就以互补的方式来呈现。学习完满后，你便可以回到1，充满自信和满足的感觉。如果你以对抗的心态来面对世界，那么你可能会活得辛苦与矛盾。但人们通常是这样的，选择和别人对立。当有2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了选择。这样的观念让我们有了学习不同观点的机会。我们应该以互补融合的观念来看待2代表的含义是沟通能力。另外，2号人也会面对很多选择。一个人在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，就会变得犹豫不决。所以2号人应该时常提醒自己要克服犹豫的习惯。2号也是一个属于女性性格的数字，温和与耐性是2号人的优点。当然2号的男性就会显得比较理性温和。2号人也是最易被影响的人，尤其是女性。固定的生活模式一旦被打破，就难以独立。当一个人的七魄数字中出现多个2的时候，有时他反而不太喜欢说话了，因为他的滔滔不绝、夸夸其谈，甚至是自言自语，会让别人觉得反感，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。这些人大多是因为受到童年的影响而不爱讲话，但是他们潜在还是一个沟通能力很强的人。2号的人有很强的依赖心理，主要原因是缺乏自信心与独立感。具有依赖心理的人始终要求别人的帮助，处事优柔寡断，愿意依靠强者，听从摆布，没有自己的主张，很少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机会、权利。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，发展下去可能会形成依赖型人格，也容易引发焦虑、恐惧。2号人会比较依赖别人，不喜独处，喜欢总是有同伴围绕在身边，喜欢团体活动。如果要去不喜欢去的地方，他也会因为不要让自己寂寞而前往。他们很多时候不在乎从事的是什么活动，只要不孤单就好，并且在团队活动的时候能够完全展现出自我的个性与才华。2号人有时会要求太多而造成别人的负担，甚至惹人生厌。这种感觉不好，就像是在利用别人。如果失去利用价值，立即掉头离去，寻找下一个可以依赖的对象。这样当然容易得罪人，无疑的会树立不少敌人。2号的人必须学会独立，自己的梦想必须靠自己去实现，不能什么都期待别人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这永远是不可靠的。更不要拿别人做失败的借口。如果能够从根本上去除自我的依赖性，那么展现出来的将会是一个超强的自我。2号的人成功与幸福在于独立，而不是依靠他人帮助。这点和1号的人正好相反。2号人只要用上自己的能力，加上他人的帮助，便会轻松地获得成功。2号人有时会具有双重个性，偶尔会表里不一。优点有擅长分析、对比事物，重视细节，乐于接近人群，态度友善，个性敏感，思虑敏捷平稳，个性温和，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，基本上还算是一个蛮温和的人。常常喜欢置身在热闹的气氛中，因为有人陪伴的感觉会让他们安心。而缺点是依赖心强，表里不一，无法独立生活。2号人看起来是个温和亲切的人，事实上他们很有主见，只是渴望独立自主，又无法割舍和人群的互动关系。这种矛盾往往使自己产生个人冲突，困扰不已，像柔软而没有固定形态的水，随着装载容器而改变，也呈现出不同的姿态。但工作上会因为独立性不足和依赖过重而使工作伙伴十分头痛。2号的人表面上看起来蛮讨人喜欢的，他们绝对是所谓的好好先生、好好小姐，因为他们看起来没什么意见，很乐意去应对一些朋友，很乐意去接受别人的意见。可是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，
那就是心里是蛮痛苦的，因为他们想要讨好所有人，可是心里又明白是无法讨好所有人的。表面上他们会努力经营自己的形象和生活，过着令人佩服或者羡慕的生活，但是事实上在2号人的内心深处，永远觉得自己有点自惭形秽。他们的内心深处是自卑的，觉得自己资质不够好，别人对他们的赞美其实是看错了，或者会不会是别人的好心产生的过度赞美等等。2号人内心深处是非常容易受伤害的，以及外表看起来越是谈笑风生，内心的黑暗面也就越多越大。所以建议2号人尽量把内心话说出来，而不是说很多很漂亮的客套话。外在的成就他们已经很厉害了，不管是对应进退或者是外交辞令、手腕、做事的方法，他们都会在生活的过程中越学越聪明，越学越好。只是内心深处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，生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。比如说婚姻出问题，爱情跌跤，这都是2号的人所应该特别注意的。2号人也有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倾向。为什么别人有这种负面的批评呢？当然跟他们嘴里总说没关系，不要也怪，因为有些人会直接说我要，然后动作上也是我要，那就没问题，因为这还算诚实，即使看起来很贪心。但是一个嘴里说不要，但心里却是我要的人，或者私底下会努力去争取的人，就会让人觉得蛮有心机或蛮小心眼的。这也是为什么2号人刚开始给人的印象很好，可是到后来有些朋友可能会慢慢离去的原因了。此外，2号人有时候会有依赖过度的倾向，会造成朋友、配偶或是亲密爱人的困扰而不自知，所以要特别注意，在生活中是不是常常有指挥别人为自己办事的情形呢？而如果这样的事情常发生，或者是必须指挥别人，那么就要注意自己的口气了，每次要记得说谢谢，可能就比较能消除别人对2号人的负面影响。2号人其实蛮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标，建议他们在生活中对于要做的事情尽量用书面记下来，才不会在事情做到了某一个阶段，当别人提出建议的时候会被迫修正或急转弯。意思也就是说，当目标确立以后，这种急转弯的事情将不会发生，如此一来离成功就会比较近一点。2号人很能享受亲密关系，不喜欢独处，很会挑剔伴侣，遭拒就会容易泄气，天生敏感，擅长分析。由于对照与比较能力突出，使得2号的人成为一流的批评家。一般说来，2号人个性较强，而且刚柔兼具。2号的女性性格中稍带男性阳刚特质，而2号的男性则具备了女性阴柔的一面，也许您从外形上就很容易察觉出来。另外，2号人还有一种双重性格，那就是他们可以在极端独立和极度依赖中任意游离。我们可以从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依存关系而清楚了解这一点。由于夏娃天生就依赖着亚当，因此这也是为何2号的人特别依赖别人的原因。有些人甚至形容2号的人常像水蛭一样依附他人，而他们也的确给人很依赖你，也很需要你的感觉。可是如果你一旦不顺从他的要求，他们也可以立刻转向他们非常独立的一面。2号人的人生课题，学习不要过度依附他人，试着在过度依赖与过度独立之间平衡取舍。在爱情关系方面，2号人比较情绪化，感情热切而强烈，他们十分能享受亲密关系，不喜欢独处。对2号人而言，凡事有伴是很重要的，但也由于热衷亲密关系，不免容易挑剔伴侣。他们很会要求对方，而一旦遭拒，则又沮丧不已。由于并非每个人都喜欢承担这样紧迫的情感压力，因此很多人都会抗拒，甚至对这种要求过多的2号族避之唯恐不及。与2号人谈感情时，第一步要弄清楚的就是他有求于你的究竟是什么。如果要求合理，而你也乐于听从的话，那你就大可好好享受那浓浓的亲密关系。另一方面，也常见于2号人的情况，那就是当他们要求过多时，如果是什么都要，却未相对付出的话，那你也许就得与其解释公平合理与等量回馈的问题了。不妨与2号人沟通哪些要求你可以接受，而哪些则超出你的负荷。如果仍无法取得共识，那么是否该继续交往，就得从长计议了。2号人的天赋领域，2号人善于分析问题，
喜欢批评及发问，因此他们很适合从事各种需要做研究的工作。2号人也能把组合搭配的天分发挥在文字上，因此也展现出写作与沟通的才华。2号人能和别人共事愉快，是绝佳的团队成员，而他们也宁可与人合作努力，而不愿意单打独斗。此外，2号人天生的2元并立特质，使得他们具备了表演方面的才华。2号人的人生目标，2号人必须营造以坚定顽固的感情关系为基础的人生，他们必须找到一位愿意像他们一样乐于分享的对象，而且能确保随时都在他身边，这就像是他们的镜中印象。2号人也必须找到适合的职业，一份容许他们自由批评并追求改善的工作。2号人必须感觉到自己和家庭、社会、工作及朋友都紧密结合，这代表他们不该独处，不能与社交活动、人群和爱情保持距离，而必须密切参与人群和活动，因为2号人要靠这些才能得到成交。欢迎走进凌云分享数艺文化，专注数艺学，传承中华文化。感谢你的订阅，我们在下个视频里不见不散。